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记得在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位拥有21战力的大哥吗？那么有幸的在前2天我跟他们对战过，在皇庭差不多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位玩家他有到处虔诚去其他的王国领土上面，让其他的王国去集结他。我这里是有收集到几份关于集结他城市的报告，究竟攻击21战力的城市出来的报告会长什么样子呢？这一次我是有帮3278王国代打的，他们也是很大方的分享了战斗报告给我看。不过其实第一份报告并不是攻击那个21战力的大佬，而是攻击另外一位拥有 1.5 亿战力的玩家。那其实这位玩家拥有的装备都还算是不错的，推测应该也是从征服赛季回来 KVK3 的玩家。他所使用的驻防统帅是芝诺比亚搭配 IT50， 但是他的城市里面呢，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步兵，或许他没有领袖驻防统帅，所以他才会用 IT50 来做副将。78的集结全部都是工兵，但是没有步兵。至于 1.5 亿的玩家，其实他的城市里面比较多的是骑兵，但是他用步兵来驻防。我或许真的是没有其他的统帅关系啊，所以就只能用芝诺比亚搭配 IT50。那接下来的报告才是这位21战力的玩家。这份报告战斗的时间不到30秒左右，3278使用了司机搭配炮王的组合。在这里各位可以更直观的看到他的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部队了总共是有 1.93 亿的部队，3278的集结也只有260万左右，对方的报告将近赚了 2.5 倍左右。尽管他是用查理马特搭配里程柜来做驻防，不过3278在中途的时候有解散了部队，并不是直接进攻到死亡为止。所以可以看到剩下的部队还有71万左右，阵亡的部队拥有135万左右。那因为集结方没有持续补兵的关系啊，所以接着打下去呢，只会越来越伤而已，只会让全部部队都阵亡。不过我认为有好几个集结的情况下同时进攻21战力的城市，有可能21战力真的会被清零了。不过也是要确保这几个集结都是要长时间有补兵，毕竟可以看到其实21战力的城市虽然兵量是很多，但是他的驻防统帅其实没有到非常好，但要短时间内把他给清光是不可能的事情啦，而且他也会跑掉。这里就是他的城市里面拥有的兵量，除了工程车之外，其他的兵种都拥有差不多6400万左右。不过他的城市里面还是有少许的 T4 跟 T1， 不像前面刚刚所介绍的 1.5 亿玩家，他的城市里面全部都是 T5。不过当3278的集结攻击他的城市时，你们也可以看到 T1 的部队是全部都已经阵亡了，帮他清掉了。部队数量也从原本的 1.93 亿变成 1.91 亿，还是拥有不少的部队，城市里面没有其他的援兵。集结方的部队大多数都是 T4。那么在之前有介绍过，因为他这个账号是本土账号的关系，所以装备其实并不是很好。从这里争议来看的话，他应该只有一个专属，集结方至少是已经拥有6件专属了，所以集结方的争议其实是比驻防的还要更高一点。那这份报告除了攻打他的城市之外，其实他还有额外再派部队出来攻打集结的。刚好这个时候集结是没有补兵的，假设有补兵的话，他那个旁边的野战部队应该会死得比较快，也就是说医院比较容易炸掉。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份报告其实有阵亡一点点部队了，不过也只是1000多而已啦。不过也感觉到他的镜头应该是不够用的关系了，所以暂时还是用司机搭配埃塞尔。这一整体报告不管怎样看都好，都是亏给这个21战力的玩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打了将近46秒左右，集结的中途是有补兵了，但是补兵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最后是直接战死为止。对方也是使用同样的驻防统帅。3278的集结从原本的骑兵集结变成工兵集结，用诸葛亮搭配亨利，不过他用亨利做主将其实会比较好。那看报告其实对方还是比较赚的，毕竟集结方也没有特别积极去补兵，血线一直拉得非常低，没有办法从这个集结中获得更多的击杀。部队争议 Ikram 的驻防统帅因为是用同样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集结方明显这个集结是比较强一点，他的装备是全部都已经有专属了。不过全专属也没有用啦，还是需要有玩家去补集结才可以。集结部队里面比较多的还是 T4，有少许的 T5 部队。Ikram 里面的兵量是跟刚刚第一份报告是差不多的。不过这份报告其实下面还有打到他的野战部队了，他的野战部队其实比较早进医院，而且战损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里就已经亏了，提早就已经占用了医院的位置。而且从报告来看，他好像是用地鼠的方式去攻击集结，同一个部队都没有打到阵亡就回家了。这一整体报告其实我觉得不会说特别亏哦，尤其是面对一个21战力的城市，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的，除了正常的集结之外，我们还有搞不正常的集结。我们用工程车去打对方的城市。这份报告攻击的时间大概是30秒左右吧，不过在攻击他的城市之前都已经有碰到其他的部队被攻击了，所以推测实际上攻打城市的时间呢，应该只有20秒左右就没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报告，那这个集结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到工程车集结他们就用其他的野战部队来攻击工程车，也是给大家看里面的部队是真的全部都是工程车，从 T1 到 T5 都有。真的是一份非常搞笑的报告，然后对方应该是少田的部队看到这个好像是采集统帅要回家了，所以他就用部队去攻击，没有想到反而是自己亏了。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有穿装备的，但是没有专属。也有另外一位玩家在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集结就顺便攻击了，当然我们的压轴就是看这个攻击城市的报告，集结全部阵亡。Ikram 是直接赚了12倍的战损，我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在集结里面的部队是真的太可怜了。不过里面全部都是工程车啦，我觉得都无所谓。不过假设这个时候我是 Ikram 的话，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哇，有傻子送击杀分给我。并且这个集结到阵亡为止， Ikram 的城市是完全没有塞满医院的，连阵亡的部队都没有，这个真的是太搞笑了。双方的部队阵地比较起来是更加的夸张，左手边的阵地几乎都是红色的。这一整体报告损失是真的很亏很亏。不过这个集结也只是玩而已啦，不是认真的。那么除了3278之外，还有看到其他的王国，比方说3265也是有开集结。根据兵量来算的话，应该是没有补兵的，并且他们是在没有人补兵的情况下，很早就已经解散了部队，所以还不至于让自己损失太多。不过他也只是分享这个画面而已啊，所以我看不到他的部队阵地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打的时间太短的关系，以至于 Ikram 的城市完全没有阵亡，只有重伤而已。另外一个王国3275也是有开集结，不过他是用阿提拉搭配5天的集结，但是报告依然还是不好看的。然后从集结方的部队来计算的话，其实他们是有补兵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城市打下来，而且报告也没有说非常赚，预计进攻的时间也没有太久，因为可以看到 Ikram 的城市其实他重伤的部队也只有8万而已。所以我觉得3275他们只是想要尝试去集结而已，而不是真的想要把 Ikram 给弄死。最后一份报告还是来自3275的，但是他这份报告是完全看不到敌方的城市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重伤、阵亡、轻伤全部都看不到，就直接没了这个集结。然后从报告上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集结应该是没有被围殴才对的，有可能他的阵地是真的很糟糕，碰到他的城市就直接没了。因为你们看我前面所分享的那几份报告，如果是正常有争议的情况下，其实打他的城市也不至于亏到这么夸张，还是可以看到 Ikram 的城市里面有什么东西，还是有正常的报告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位玩家的集结是直接把190万的部队送上天堂了。而且他的集结是没有满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玩家有可能不是车头来的，以至于 Ikram 就算他是用孙武搭配理查的情况下，还是赚了12倍的战损。以上就是我所收集到的城市集结报告，不过全部报告都是亏的啦，大家也只是当个娱乐来看看就好。不过我相信如果 Ikram 他是真的不在线的情况下，然后有多个王国或者是集结去攻击他的城市，还是有机会把他给清零了。不过同时间也会消耗大量的兵力啦，所以也不是这么简单。毕竟他的城市里面有将近2亿的部队，也是需要花不少的时间，有可能会影响到目前战斗的进度。至于各位观众在看了我所分享的报告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